每个不自觉的念头都在为未来下订单。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清晰，是在我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原来未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一直在被我此刻的念头一笔一笔的预约。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只有重要的决定才会影响人生，我以为只有说出口的愿望才会被宇宙听见，却没有发现那些我没说出口甚至没察觉的念头才是最常被重复送出的指令。我以为只是随口想想，我好像不太行，反正事情总是轮不到我，算了，别期待比较不会失望，我就是比较辛苦的那一种人。我没有把他们当真，却没有发现他们每天都在我心里自动播放，悄悄替我向未来下订单。直到有一天，我回头看自己的人生轨迹，才发现很多重复出现的状态并不是命运的巧合，而是念头的延续。我怎么看待自己世界，就怎么回应我；我如何预期结果，结果就如何靠近我。我在心里预设的剧本一次又一次在现实里被演出。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念头不是无害的，它们是种子，而时间会诚实的替我浇水。更深一层的看，我发现最有力量的从来不是我刻意许下的愿望，而是那些我不自觉相信的事。我不自觉地觉得努力一定很辛苦，于是顺利变得陌生。我不自觉地觉得被爱需要条件，于是关系总是让我紧绷。我不自觉地觉得自己要撑住一切，于是支持总是慢一步出现。这些念头没有情绪化的呐喊，却有极稳定的频率，它们每天都在告诉宇宙，我就是这样的世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第一次不是急着改变现实，而是回头开始观察自己的念头。我开始留意，在等待时我心里是信任还是预设失望，在面对机会时我第一个浮现的是期待还是怀疑，在独处时我对自己说的是理解还是指责。我发现真正影响未来的不是偶尔的正向想法，而是长期的内在对话。于是我开始做一个很小却很关键的调整，不是强迫自己正面，不是压掉负面，而是在每一次不自觉的念头出现时，轻轻地问一句：这是我想替未来下的订单吗？如果不是，我不责怪，只慢慢换一句更靠近真实的话。不是我一定会失败，而是我还在学；不是我不值得，而是我正在理解自己的价值；不是事情一定很难，而是也许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这些转换看起来微小，却像是在更改订单内容，一点一点把未来导向不同的方向。我开始发现，当我的念头变得温柔，世界也开始回应温柔；当我的念头变得宽，选择也变得多；当我的念头不再急着否定，道路反而更清晰。不是因为我控制了未来，而是因为我不再无意识地把自己困在同一个循环里。后来我才真正懂得，吸引力法则从来不是在想要什么，而是在你习惯怎么想。每一个不自觉的念头都在为未来下订单，而当你开始觉察，你就拿回了修改的权利。不是要完美，不是要时时正向，而是愿意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内在语言负责。因为未来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礼物，它是你今天在心里默默签收的结果。当你开始善待自己的念头，未来也会开始用更善意的方式回到你面前。当我发现念头就是磁场，我也开始慎选每一个念头。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产生重量，是在我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不是被外界推着走，而是被自己每天不断发出的念头一点一点牵引到现在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念头只是脑中的声音，来了就来，走了就走，不需要太在意。我更关心行动，更在意结果，却忽略了所有行动之前，其实早就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替我选方向。直到我回头看那些反复出现的状态，相似的关系，熟悉的卡关，一样的焦虑，一样的失望，我才发现，原来不是我不够努力，而是我一直在用同样的念头吸引同样的现实。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念头不是中立的念头，是一种磁场。
我怎么想就站在什么频率上，我习惯怀疑世界就回应不确定，我习惯防备关系就靠近不了，我习惯觉得辛苦，人生就很难轻盈，不是因为命运刻意刁难，而是因为磁场始终如一。这个理解让我第一次不是想要控制世界，而是回头看清楚自己的内在。我开始发现很多念头其实不是事实，只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我习惯先想最坏，以为这样比较安全；我习惯先否定自己，以为这样就不会太失望；我习惯先退一步，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但这些看似保护我的念头，其实每天都在替我发送讯号，告诉宇宙，我准备好了接受限制。当我意识到念头正在为我打造磁场，我第一次对他们生出一份尊重。不是恐惧，不是压抑，而是一种清醒。我开始慎选，不是每一个念头都值得被相信，不是每一个声音都需要跟随。我开始在念头出现时停一下，不急着反应，而是静静看着它。我问自己，这个念头是来自恐惧，还是来自信任？是来自过去，还是来自此刻？是让我收缩，还是让我扩展？如果它让我变小，我不再急着跟上；如果它让我紧绷，我不再立刻行动；如果它只是旧伤的回音，我不再把它当成未来的预言。这不是否认负面，而是让自己不再无意识地活在旧磁场里。我慢慢学会为念头选择方向，不是勉强正向，而是选择诚实又不伤害自己的角度。不是我一定可以，而是我愿意尝试；不是我不能失败，而是就算调整也没关系；不是一定要快，而是我允许自己走稳。这些念头不吵不激昂，却非常稳定，而稳定正是磁场最有力量的状态。慢慢的，我发现生活开始回应不同的版本，人事物不再那么尖锐，机会不再那么遥远，我不再总是站在防守的位置，而是能自然地接住正在靠近的事。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厉害，而是因为我的内在不再对世界发出矛盾的讯号。当我的念头一致，外在就开始对齐。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自律不是控制行为，而是照顾磁场。因为你每天在心里允许什么样的念头停留，你的人生就会慢慢成为那个样子。当我发现念头就是磁场，我也开始慎选每一个念头，不是为了完美，不是为了显化得更快，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我值得活在一个对我温柔的世界里。而那个世界正是从我此刻如何对待自己内心的声音开始形成的。你越能保持肯定式的信念，越能看到肯定的证据。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站稳，是在我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不是缺少机会，而是太习惯先否定。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怀疑是一种聪明，以为预留退路是一种保护，以为不抱期待就不会失望。于是我在心里为每一个可能都先放上一个但是。也许可以，但是很难；也许会成功，但是不一定是我；也许事情会变好，但是别抱太大希望。这些看似理性的念头，其实每天都在告诉我，别真的相信。而宇宙听见的从来不是我的嘴，而是我内在真正站稳的信念。当我习惯用否定式思考，世界自然回应更多可以被否定的证据。事情卡住正好印证，果然不容易；机会延迟正好符合，本来就轮不到我，别人先成功正好配合，我还不够。那一刻我才发现，我不是被命运打败，而是一直用怀疑替命运写好剧本。直到有一天我累了，不想再和世界拔河，也不想再和自己对立，我第一次尝试，不是逼自己相信奇迹，而是只做一个小小的转换。我开始使用肯定式的信念，不是夸张，不是自我催眠，而是一种先允许可能性存在的态度。我不再说我一定不行，而是说也许我可以试试。我不再说事情一定很难，而是说这件事或许能找到方法。我不再说我总是运气不好，而是说
我愿意留意支持正在出现。这些话听起来很小，却像是在心里打开一扇窗。肯定式的信念不是强迫乐观，而是让自己不再提前关门。当门没有被关死，证据才有机会进来。而非常奇妙的是，当我开始这样调整，我真的开始看到肯定的证据。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奇迹，而是那些过去被我忽略的细节。有人愿意帮忙，事情比预期顺一点，某个时机刚刚好，某个选择没有那么痛苦，某个我以为撑不过的阶段其实慢慢走过来了。这些都不是突然出现，他们一直都在，只是以前的我只在找否定我的证明。当我的信念开始转向肯定，我的注意力也开始改变方向。我开始看见自己其实有累积，其实有成长，其实有被支持，其实不是一无所有。而这些看见会反过来加固我的信念。肯定生出证据，证据再回头肯定。这是一个和怀疑完全相反的循环。后来我才明白，人生不是在等我完全相信，它只需要我别再一直否定。因为否定会让所有可能性退后，而肯定会让世界靠近。你越能保持肯定式的信念，越能看到肯定的证据，不是因为你改变了现实，而是因为你终于允许现实用温柔的一面出现在你面前。而当你愿意这样看世界，世界也会慢慢学会站在你这一边。你越能意识到情绪的来去，就越能掌握能量的流向。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沉静下来，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原来我不是被情绪打败，而是被我对情绪的误解一点一点耗尽了力量。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情绪代表真相，只要我感到低落，事情一定很糟；只要我感到焦虑，未来一定充满危险；只要我感到愤怒，一定有人或什么对不起我。于是我紧抓着每一个情绪，把它当成结论，当成方向，当成命运正在对我下的判决。我不知道的是，情绪本身其实只是流动。它来不是要定义我，它走也不是因为我处理错误，它只是能量在我体内穿行的一种方式。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个情绪极度起伏的时刻，没有立刻反应，没有急着解释，也没有逼自己振作，我只是静静地看着那股感受在身体里升起。我突然发现情绪是有轨迹的，它有开始，有高峰，也会自然退去。而我一直以来的痛苦不是来自情绪本身，而是来自我害怕它不会离开。当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情绪会来，也一定会走，心里某个紧抓不放的地方忽然松开了。我开始学会观察情绪，而不是成为情绪。我不再说我就是一个焦虑的人，而是说焦虑正在经过我。我不再说我完蛋了，而是说此刻有一股低落的能量。这个转换让我第一次把自己从情绪里轻轻抱出来。而就在这个距离里，我开始看见能量的流向。当我抗拒情绪，能量就卡住；当我责怪自己，能量就内耗；当我压抑感受，能量就转成疲惫；当我急着改变状态，能量反而乱窜。但当我只是看着，允许呼吸，不贴标签，不急着处理，能量竟然会自己流动。它会慢慢变淡，慢慢转向，慢慢回到稳定。我才明白，掌控能量不是控制情绪，而是让情绪完成它该走的路。情绪来是在传递讯息，情绪走是在完成任务。如果我中途抓住它，它就会留下来；如果我愿意让它通过，它就会离开。当我越能意识到情绪只是来去，不是身份，不是命运，不是结论，我就越能把力量留在自己手里。我不再被一时的低落决定整个人生方向，不再被短暂的恐惧否定长期的愿望，不再因为一个情绪推翻所有累积。我开始能在情绪里保持清醒。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不该做重大决定，什么时候只需要陪伴自己。而这份清醒就是能量开始顺流的时刻。
后来我才真正懂得，成熟不是没有情绪，成熟是知道情绪不等于我。你越能意识到情绪的来去，越能掌握能量的流向，因为你不再把力量交给短暂的波动。你开始站在河岸，看着水流，而不是被水流带走。而当你站得住，能量自然会往你想去的方向慢慢流动。那不是用力，那是一种深深的信任。信任自己有能力陪伴任何情绪，也有能力把人生带往更稳定、更清晰、更贴近自己的地方。当我避免负面念头，宇宙也避免给我负面结果。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落地，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原来我以为的现实太残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长期在心里预演的结果。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负面念头是一种保护，先想坏就不会太失望，先设想失败就不会那么痛，先怀疑一切就不会显得太天真。于是我让那些念头自由进出，没有察觉，也没有筛选。我让担心住下来，让焦虑当背景音，让最坏的假设变成我看世界的滤镜。我没有发现，我每天其实都在对宇宙说同一句话：请替我准备困难。不是因为我想要，而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象。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被一种熟悉的疲惫击中，那不是事件造成的，而是一种怎么又是这样的循环感。我才第一次停下来，回头看到底是什么在反复发生。我发现在每一次事情变糟之前，我心里其实早就住进了负面版本。我在事情还没开始前，就已经在想退路，在结果出现之前，就已经在预期失败，在关系靠近之前，就已经在准备失望。那一刻我才明白，宇宙不是在惩罚我，它只是在回应我，回应我每天默默散发的频率。于是我开始做一个非常温柔却非常关键的调整。我不再对抗负面念头，也不再责怪自己有负面，我只是开始避免让它们久留。当一个担心出现，我不再反复咀嚼，我只是看见，然后把注意力放回呼吸。当一个最坏的假设浮现，我不再立刻相信，我只是对自己说，这不是现在需要的画面。当一个自我否定升起，我不再跟着它走下去，我只是轻轻换一个角度，把焦点放在此刻能做的一小步。不是压抑，不是假装正面，而是不再喂养。我开始明白，念头就像邀请函，你邀请什么，它就会来。而当我不再邀请负面，宇宙真的开始改变回应的方式。事情没有立刻变完美，但明显变得不再那么尖锐，问题还是会出现，却不再一次次集中同一个痛点，延迟仍然存在，却多了一点缓冲，与空间关系仍然需要调整，却不再那么消耗。我发现负面结果没有消失，但它们开始避开我最脆弱的地方，因为我不再用恐惧替它们铺路。我不再在心里提前建造失败的场景，我不再反复播放最糟版本的未来，我把内在空间慢慢清理干净。而宇宙就像终于找到空位，开始把不同的结果放进来，更柔软的解法，更合适的时机，更愿意支持我的人，更贴近我的安排。后来我才真正懂得，避免负面念头不是要变得完美，而是对自己负责。因为每一个被我反复想象的画面，都在影响我走向哪个版本的现实。当我避免负面念头，宇宙也避免给我负面结果，不是因为我控制了宇宙，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把自己交给最坏的想象。而当我愿意为自己的内在留出干净的空间，生命也自然会用更温和的方式走向我。不是奇迹，是对齐，不是幸运，是选择。是一个我每天在心里默默做出的温柔选择。你越能重置念头，越能重置命运。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真实，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意识到，原来命运不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线，而是一条每天都会因为我的念头微微改变方向的流动。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人生之所以卡住，是因为过去已经发生，性格已经定型，选择已经太晚。我以为只能承受，只能接受，只能在同样的轨道上重复前进。但后来我才发现，真正让我困住的不是过去，而是我每天用同一组念头看待现在。我用旧的恐惧解读新的机会，我用旧的失败预测尚未开始的尝试，我用旧的自我怀疑衡量正在成长的自己。于是命运看起来没有改变，不是因为没有选择，而是因为我一直用同样的内在设定在运行人生。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次熟悉的情绪里突然停住，那个瞬间，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再照着这个念头走下去，我会再一次走向同样的结果。那一刻，我第一次没有责怪自己，也没有逼自己振作，我只是非常诚实地承认，这个念头正在带我去一个我不想再去的地方。于是我做了一个看起来很小却极其关键的选择：重置。重置不是否认现实，不是假装没事，而是暂停旧的指令。当恐惧出现，我不再立刻相信，而是先深呼吸。当自我否定升起，我不再急着证明，而是把注意力拉回当下。当熟悉的担心开始跑剧情，我不再一路跟到结局，而是在中途选择下车。这些瞬间就是我在重置念头，不是把负面消掉，而是不再让它自动驾驶。我开始用新的念头接手方向盘。不是极端的乐观，而是更贴近现实的信任。不是我一定可以，而是我愿意尝试不同的方式。不是一切都会很好，而是我可以一步一步来。不是我不会再失败，而是即使调整，我也还在前进。这些新的念头不吵不快，却稳定，而稳定正是命运开始改变的前兆。我慢慢发现，当念头重置，选择会不同，行动会不同，反应会不同，而命运正是由这些不同一点一点累积而成。我不再被同一种情绪牵着走，不再重复同一段关系模式，不再在同样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受伤。不是因为世界改变，而是因为我没有再用旧的程式运行人生。后来我才真正懂得，命运从来不是一瞬间翻转，而是在每一个我本来会这样想，但我选择不再这样想的时刻悄悄改写。你越能重置念头，越能重置命运，不是因为你掌控了一切，而是因为你终于把力量从自动反应拿回到自己手里。而当你愿意这样活，命运就不再是你被推着走的方向，而是你和生命一起走出来的道路。那条路不需要完美，只需要一次又一次清醒的重新选择。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